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，我经常在饭桌上被亲朋好友 Q 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：英镑挺值钱的，英国人的工资高吗？英国的工作辛苦吗？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老放假不上班吃老本？每回回答三言两语都让我觉得意犹未尽，所以我决定做一期节目来聊一下英国人的生活、工作状况，还有英国有哪些高薪和奇怪的职业，以及首相跟女王的收入大概在英国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。如果你对英国的文化生活感兴趣，如果你打算来英国读书或者是工作，希望本人这期管中窥豹的视频对你来说会有所帮助。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来看一些基本信息。英国的 GDP 在世界上排名第6，人口6600万。虽然我们总是称呼它为大不列颠，但其实今天的英国国土面积比日本和马来西亚还要小，大概相当于是中国的广西省这样的大小。大概英式文化常常给人留下古典悠闲的一面，但是其实在整个的大的欧洲来对比的话，英国人的工作时间其实是要长于勤奋的德国人。当然和劳模榜上的中国人比的话，英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大概要比中国人少了大概9个小时。英国法律规定全职员工每一年的有薪假期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理解的年假是28天。虽然有薪的假期比较多，但是英国全年的公共假期非常的短，只有8天，哪怕是在圣诞节这样重要的日子，也只有2天的假期。所以很多的英国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休年假，和家人共处更多的时光。回到最关心的问题，工作这么多天到底挣多少钱？如果以全职工作来看，英国的平均年收入是36611英镑。当然，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富裕阶层会拉高这个平均值，所以我们需要参考中位数才能知道在英国大概普通人一年挣多少钱。那么这个数字是30420镑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数字会随着人的年龄、性别、所处的职业、所在的城市而有所不同，相差巨大。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些快速细分。如果你25周岁以上，而且每周可以工作30个小时，那么在英国你的最低时薪是8.72英镑，每个月你最低可以拿到1136镑。年龄和职场经验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。在英国，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大概是29000镑，律所跟投行往往是最大方的东家，毕业生的平均年薪可以达到35000英镑，而零售跟酒店业却处在平均年薪的比较底端部分。如果你20岁进入到职场，你将会在40岁迎来自己职场的黄金时代。在英国，40加以上的年龄层，它的平均年薪可以达到41789英镑。但是当这个职场的黄金10年结束以后，一旦你开始进入到50岁，那么英国的平均年薪就会开始进入到下降模式。英国男女薪酬的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小，目前这个数据是13.7%，这意味着从事同样职业、同样岗位的女性，她拿到的工资会比男性要少13.7%。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或者是地区，你正在从事的职业，这个男女之间薪酬的差距大概是多少呢？欢迎分享给我。那么在英国到底做哪些工作挣的钱会比较多呢？平均收入排名第1位的是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，年收入156209英镑。第2位是航空管制员，94431英镑。第3位市场营销和销售总监，93372英镑。法律专业人士90791英镑。飞行员或飞行工程师86204英镑。而根据伦敦交通运输局的数据，有一些地铁司机的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英镑以上。医生同样也是高收入的阶层，但是牙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会比其他科目的医生稍微高一点。这是因为在英国 NHS 国民医疗服务中心它是纯公立的，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科室你看病都是免费治疗，但是牙科有很多是私立的。所以之前有看到英国的毕业生学费性价比调查，牙科毕业生通常都认为自己的几万镑学费花得值得。聊完普通人，接下来我想聊一些不普通的。比方说2019年的公开数据显示， Boris Johnson 作为英国的首相，他的工资是149440英镑。在担任首相之前呢，鲍里斯是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上面撰写专栏文章，那么他的每周的文章撰写完之后就会有收入，他的收入大概是275000英镑每年。首相的收入呢是稳富裕阶层，但是呢老佛爷还是老佛爷。英国女王的年收入呢达到了6000多万英镑，差不多和5亿多人民币。但如果按摆上台面的工资来看，2019年英国开出的最大一笔数额的工资单是这位。作为博彩公司的老板，他的年薪达到了3亿2000多万英镑，也就是和28亿多人民币。
让我们收回脖子，离开金字塔的顶端。毕竟还有很多的工作适合平凡的我们去挑战一下。如果你喜欢喝酒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去做啤酒品尝师。没错，这是一份工作，而且它每小时的薪水可以达到200英镑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充满了爱心和温暖的人，你可以尝试去挑战一下拥抱治愈师，每小时的薪水差不多是70英镑左右。哎，这个在哪里可以注册？和很多国家一样，英国的城市地区发展也并不均衡。伦敦以它首屈一指的高薪和职业发展机会而名列英国的榜首。这里所说的伦敦是指大伦敦和它的32个自治市，而伦敦古老的核心 City of London 其实只有 2.9 平方公里。以我曾经生活的城市上海为例，上海差不多是4个伦敦那么大，人口是伦敦的3倍。在伦敦，全职工作的平均月收入达到了3682英镑，这反映了一，这里从事高薪职业的劳动力的比例比较高。第二就是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超级收入者，它拉动了整个的平均值。第三就是在伦敦工作的人呢，他每一年有额外的3000英镑的补贴。为什么有这个补贴呢？因为伦敦的生活真的是太贵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跳开生活成本而去单独的谈银行卡上的数字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数据对比。有很多生活在伦敦的年轻人就会发现，虽然自己年入几万，刚好管饭，而且在伦敦坐2天地铁的钱，其实就已经够你飞一趟欧洲，打一次看起来低调酷炫的英伦 Black Taxi 就够你住一晚5星级酒店。所以下期节目我想和各位聊一聊，在伦敦生活成本大概要多少钱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，记得点赞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。拜拜。